很好，门儿都没有。来 KO。注意看，19岁山东小伙大腿如钢刀般锋利，一腿把2米巨人小腿踢骨折，疼得老外龇牙咧嘴嗷嗷惨叫。4位医生快速冲上擂台抢救老外即将骨裂的大腿。这个年仅19岁的山东小伙可不是一般人，他就是中国大名鼎鼎的腿王孔令峰。此场比赛是孔令峰多年之前的一次战斗，对战的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曼苏贝克托里波夫。别看曼苏贝克才19岁，其实这家伙的身高接近2米，也不知道曼苏贝克从哪里借来的胆子，竟然敢一声不吭来滑踢馆。所面对的还是中国搏击天才孔令峰。这个山东小伙曾2次大战泰拳王子波球，虽然输了比赛，但赢得了大家的认可。既然曼苏贝克敢来滑踢馆，那么他必然已经做好了挨揍的准备。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欣赏一下孔令峰是如何暴揍曼苏贝克的。请美点个赞，咱们比赛开始。孔令峰面对眼前这位比自己高大威猛数倍的曼苏贝克，自身并没有感觉到害怕，而是用一记地扫腿给了曼苏贝克一个下马威。看到对方倒地的孔令峰，头也不回地走开了。这一次扫踢给后面曼苏贝克大腿被踢断奠定了基础。重新站起来的曼苏贝克也没闲着，继续利用身高优势来与孔令峰展开对抗。你的身手究竟如何？好，一个箍颈，好，这个部分啊会被裁判警告。就是可以拉着颈子做一次袭击，但是可能不能长时间的抱住对方的因为对那南方选手啊身高臂展都比较占优势所以在近身的时候啊，孔令峰要特别小心孔令峰的头啊已经中了好几次的刺拳。对，南方选手用这个刺拳来控制他的距离。身高占优势又如何？臂展占优势又如何？还不是被孔令峰追着暴揍，连续的扫踢打得曼苏贝克嗷嗷惨叫。对此曼苏贝克一点办法都没有，毕竟身高在这摆着呢。面对孔令峰所实施的频繁扫踢，曼苏贝克根本无法在第一时间进行防守，只能默默忍受孔令峰所带来的摧残与伤害。做得很好，那可是说他有手肘的嫌疑，可是他不是故意的啊。好，又压进去了。目前南方选手啊在做残暴，但是没有进行袭击。南方的这个拳法不错，挺准确的，特别是前头刺拳。是，这是他吃饭的家伙用来保护自己的。好，一个袭击。这个选手不太好打。是。来自乌兹别克的，只要孔令峰不给曼苏贝克在中远距离实施进攻的机会，孔令峰就会一直掌控比赛节奏，继续对曼苏贝克发起多次的有效进攻。不管是扫踢也好，重拳出击也罢，每一次都能给曼苏贝克带来不小的重创，甚至连防守都被孔令峰无情打穿。奈何曼苏贝克非常了解规则，不断用消极搂抱减轻孔令峰所给予的压制力。这个动作毕竟是在规则边缘游走的招式，可以保护曼苏贝克一时，并保护不了曼苏贝克一世。总有一次会触犯比赛规则而被裁判警告。把蹬出去，对，这样不让他近身。对，如果孔令峰再接不住的话，那应该就拨掉，让对方失去重心。是不是也可以试着用边腿攻击一下对方的支撑腿，看看对方下盘稳不稳？是有机会哦。好，那刚刚孔令峰啊没有做一个上勾拳，比较可惜。对，好，现在进去会比较危险，就单纯的进去太危险了对方只要膝盖一顶，就可能会顶到你的脸孔令峰把曼苏贝克的身高优势变成了劣势。对于曼苏贝克来说，接近2米的身高在孔令峰面前却变成了累赘。在曼苏贝克和其他人作战的时候，曼苏贝克都会以身高为优势碾压对手，结果到了孔令峰面前，这个所谓的身高优势却显得十分不堪一击，实际上是非常有杀伤力。是，昆仑决这个擂台上已经出现过好几次直接用边拳然后把对方 KO 的例子了。因为这样旋转的力道是非常大的。你看这个顺势就过来了他没有手肘，是小臂的部分。对，不是手肘。不小心沾到眼睛的话会睁不开所以尽量把它擦干净。对，这个涂上这个防护油对这个运动员是个保护。第2回合开始了，孔令峰的进攻欲望一直都很强烈，时时刻刻都在紧盯曼苏贝克的一举一动，随时都能给曼苏贝克来一套他顶不住的猛烈进攻。不过曼苏贝克还是挺厉害的，凭借身高优势多次使用前刺拳命中了孔令峰的脑袋，这些进攻并影响不了孔令峰正常发挥。受到刺激的孔令峰还是会猛扑曼苏贝克内围实施大规模的有效进攻。此时的曼苏贝克不搂抱就要挨揍，多次的搂抱已经让裁判注意到了他。你抗击打能力再强不如你把防守做好没必要拿你自己的这个头去拼对，
他现在是拿头去拼啊，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下，哦，这样的拼是比较吃力的一个地方啊。哦，这个低憋腿，哇，对，接着点试一试，我觉得接着试试打对方支撑哎腿。呦，差点气急上头啊，差一点点了啊，要小心。多次的有效进攻终于起了效果，直接把曼苏贝克挤在角落处疯狂攻击。连续的拳法进攻打得曼苏贝克暂时丧失了反抗能力。不过曼苏贝克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则是继续与孔令锋展开正面厮杀。两位都是年仅19岁的搏击小将，正是火气十足、有力气没地方用的时候。所以他背对你的时候，你要抱紧他哦，不要留在他有活动的空间。对，我觉得年轻选手特别要学习就是战机的把握。是。哦，甚至有些选手啊会马后踢哦，那也是要小心的，不是被憋拳打到，就是被后腿踢到啊。哦，又要来，你看差一点点，你看，哦，所以好，不能离他的背后太远，抓住机会可以先打腹后打头。孔令锋的进攻一刻都没有停止过，不是用拳头猛砸曼苏贝克的脑袋，就是在用扫踢猛踢曼苏贝克的大腿。此时此刻，曼苏贝克完全被压制住了，除非使用削脊搂抱来预防，不然曼苏贝克很难顶住孔令锋所发起的主动出击。在内围对抗的曼苏贝克也不老实，为了减轻负担，不惜故意踢裆孔令锋，也要缓解一下当下的状态。是这样。到裆哦，踢到裆。好像这个孔令锋还没回过神来啊。那这个萨尚啊，裁判已经叫他们开始比赛了。好，已经到了角落。好，一样到了角落。南方选手先吃他一腿，然后就补上2拳。看来曼苏贝克是被打急眼了。比赛剩余的时间不多了，还剩下10几秒的时间，第2回合就结束了。曼苏贝克的精神状态已经被孔令锋完全摧毁。照这样打下去，要么曼苏贝克的大腿踢断，要么脑袋被打爆。南方选手现在不好打，孔令锋必须有更合适的战术。是，你看他用这个前手的刺拳控制。这个孔令锋红方孔令锋可以试一试这个用鞭腿攻击支撑腿。是的，因为这种身材比较高的这个运动员，腿部也有可能受到这个环板。对。第3回合开始了，曼苏贝克深知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于是加强了进攻攻势，想一鼓作气拿下占据大比分优势的孔令锋。结果孔令锋还没来得及反击，就再次被曼苏贝克的顶膝攻击到了裆部，踢中的感觉。又到了角落，要接着打，这个不能残暴，这个。好，我们这边从这边看了，这个南方选手大腿啊已经有淤青了哦。多次的违规招式很快就让曼苏贝克夺回了失去的优势。不过曼苏贝克也遭到了实施违规招式的反噬，裁判给他1张黄牌一点都不亏。毕竟长时间的违规招式让孔令锋心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心理反应并不是1张黄牌能够抵消的。被警告之后的曼苏贝克就像是失去脊梁骨的爬虫，软趴趴的站在擂台上，任由孔令锋宰割。南方警告，后来是。好了，曼苏贝克的打法很简单。比赛一开始，曼苏贝克并不清楚孔令锋的底细，于是就对孔令锋实施猛烈的进攻。打着打着才发现孔令锋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果断改变策略，实施削脊搂抱和故意踢裆。本想拖延比赛节奏，结果却被孔令锋打了一顿，肚子就中。最终孔令锋使出了绝杀招式，几次扫踢彻底摧毁了曼苏贝克最后的防御，疼得他跪在地上惨叫不停。与此同时，孔令锋眼神中充满了不屑。不是很牛吗？怎么就倒下了呢？踢的部位你看第一下踢歪了，已经不行了，这下去哇，2脚都踢中。所以到底是哪一脚比较痛呢？这确实是，应该是他的右脚比较痛哦。第一下踢到这就不行了，第2下再补。孔令锋获得胜利是迟早的事情，要不是曼苏贝克多次实施违规招式和故意踢裆，这个曼苏贝克早就被孔令锋打服了，根本不会把比赛拖到第3回合。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你会给孔令锋打几分？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咱们下期不见不散。